伯恩斯他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其实他不仅仅是中美外交的一个代表，一线的一个最贴近中国的一个外交官员，他也成了这种中美关系、中美交往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下面维系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人。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来看一下他临走之前对美国媒体说了哪些话。外交事务杂志的编辑上来就先问他说，你在过去3年里，你就是跟习近平见了最多的在中国的美国官员了吧？所以他说你过去几年花了大量的时间与习近平见面，其实官方的是3次哈。然后这编辑问他说，当你面对面跟习近平坐在一张桌子上的时候，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的？你是怎么评价他的？然后还问了他就是整体在习近平的治下的这个东升西降这个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评价，你怎么理解习近平的时候，这个伯恩斯大使说习近平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力的领导人之一。这个最有力英文是 most powerful， 这个 powerful 大家要注意是一个中性词。中性词就是拥有最大的权力的人，就是他不是一个最有力的，好像在中文里面有是夸奖，但其实在英文里面 powerful 就是中性的。所以他用的词是说，他说习近平已经是最有权力的、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了。他说我认为你必须回到毛泽东的时代，你必须去参照一下毛泽东，你才能找到一个在中国的体制内也拥有如此多权力的领导人。他就把习直接的权力方面跟毛泽东做了比较，强调的就是习近平在现任的体制下的所拥有的集中的权力。他说直接引语，他说他已经执政超过了12年，所以他的经验丰富，而且他建立了一个非常雄心勃勃而且极具攻击性的中国外交与国防政策。这是关于习近平的权力和地位。要知道外交官说话很谨慎的，但这是他的定义。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和驱动力。他说显而易见，习近平是一个非常自信的领导人。在这个地方，这个自信他用的哪个词？他用的不是 confident， 他用的是 self-reassuring， self-reassured， 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这个英语的表述非常重要。他说习近平是一个极具自信的领导人，他在和世界的其他领导人互动的时候表现得非常自信。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是这个他执政期间的核心特征，就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是有坚定信念的，而且他也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体制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很多时候是置于政府之上的，置于国务院之上的。习近平把党置于了国家权力的核心，他推动了一种极具集中的权力模式，这种模式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他还说习近平改变了邓小平时代提出的集体领导模式，强调了在党内的权力集中。然后他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所有的中国官员都是要学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他说我见了很多的官员，他们都会告诉我说我要专门去党校学习。他说你会看到中国党的官员是专门要去党校学习党的文献的，学习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是每位中国官员的必修课。伯恩斯说我与23个省的党委书记会面过，他们都明确地从北京的党组织接受指令，这种集中权力的模式在习近平时代尤为显著。关于习近平的国际政策和战略目标，他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正在寻求成为印太地区的主导力量，这个毫无疑问。习近平通过和朝鲜、伊朗与
俄罗斯三国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威权集团，在这儿他用的是 authoritarian 威权，一个威权集团，这个集团挑战了我们美国在二战之后建立的和平与自由的价值体系，这也是非常明显的。他说，然后关于习近平的个人品质、个人特质、一些个人的性格什么的，这个编辑就又问他了，你怎么看？他说，习近平非常了解情况，他是个知识渊博的领导人。弗恩斯认为，习近平对国内外的事物的熟悉程度和他在决策时候的自信，让他显示的是很 powerful 的、很有强力的一个领导人。这是弗恩斯的评价啊。我们往下走。再关于习近平的东升西降理论，这个编辑问的非常有特点，很有意思。他说，我2年前去中国采访你的时候，所有的中国官员和习近平都在讨论的是东升西降。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多年来坚信东升西降，他们认为这个是领导世界的一个理论。你现在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编辑想问他，因为在过去2年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吧？世界的各种动荡，中国其实在 COVID 之后面临的这种经济上的挑战，面临全球的这种在地域政治上的跟美国的竞争和对抗，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习近平的东升西降理论现在有没有调整？伯恩斯说，习近平和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坚信，多年是坚信东升西降的，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领导世界的机会。东升西降是什么？大家不用说了吧？东方崛起，西方衰落。习近平的战略理论就是这个。伯恩斯说，但是2年之后，我怀疑他们的内心是否还仍然完全相信这一点。因为过去几年，我们美国在印太地区增强了自己的战略地位，然后他就梳理了一个整个的这个执政的这个结果和成就啊。当然，这个对于美国过去4年的执政的成就，拜登昨天在离任的告别演讲里面也在讲，而且我比较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总结的结论是一样的。快速的说一下，其实就是过去的几年里头，伯恩斯自己也总结了，一个是美国非常坚定的在维护和重塑和加强跟自己盟国的关系，不管是跟传统的这种英国北约组织欧洲国家，还是在印太，还是在四方这个亚太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美国其实都在拜登的这个任期下在加强和联盟的合作，而且加强这个合作的前提就是要加强在地区政治和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个4国集团的竞争中要获得先机。所以美国现在是这样看自己的，就是拜登也说了，说我们跟中国的竞争中，我们是全面占优势的，而且美国的实力，不管是强大的经济实力，还是军事上的联盟，还是我们现在在各个地区的部署，如果跟中国竞争和对抗的话，我们一定赢。拜登昨天也是这么总结的。所以伯恩斯也在这样一个表述下说，而且还要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咄咄逼人的，非常显著的建立了一种跟2战之后美国建立的这种社会规则相对抗的新的结构体系。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美国是一定会赢的，而且我们把这个态度告诉中国。那么我现在不是特别确定中国官员心里还是不是这么想，东升西降，这是他的回答。